成了地下工作者。不过王玉央还是妄自菲薄了。其实好运已经落到王玉央的头上了，只不过玉央不知情，魏向东老师还在仔细的考察罢了。魏向东到底有整顿和治理方面的经验，在骨子里头，他对校尉队其实信不过。校尉队的同学虽说都是积极分子，却有一个致命的毛病，一个个都在明处，同学们对他们反而是防着的。涉及到同学们思想上的问题、灵魂上的问题，他们就靠不住了。要想了解学生内部的情况，真正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必须从他们的内部寻找到合适的哨所，也就是千里眼与顺风耳。关键是这样的同学不能太显眼、太招摇，正反两方面都不能太冒尖。如果这样的同学每个班都能发展一个，魏向东相信他一定能对师范学校的总体状况有一个方向性的把握。当然，这样的同学只能是无名英雄，不能公开，只对魏向东他一个人负责。玉央再也没有想到魏向东老师居然会认识自己。魏向东老师把王玉央这3个字喊得清清楚楚的，还对他招了招手，显然是在招呼他了。王玉央受宠若惊，但多少还是有点紧张。偷钱的事虽说早就过去了，终究还是玉央的一块心病，特别怕老师叫他。玉央直接让魏老师喊到总值班室，没敢坐，老老实实的，眼皮都不敢抬。简单的扯了一会儿闲淡，玉央发现魏老师其实是一个蛮随和的人，虽说身材魁梧，骨架子大得很，看上去5大3粗的，人并不凶，不像钱主任那样阴森森的，很开朗，很喜欢大声的笑。魏老师终于把话题引到正题上来了。魏老师说，我们在暗地里其实一直在考察王玉央，一直拿王玉央作为我们培养的对象。魏老师没有说我，而是说我们，这就是说魏老师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，而是一个庞大的、严密的、幕后的组织，很神秘，很神圣，见首不见尾。作为一个培养的对象，魏老师严肃地指出，王玉央还是有欠缺的，现在的这种样子肯定不行，比方说在同心同德这方面就很不够。魏老师其实是批评王玉央了，但是这种批评语重而又心长，带上了恨铁不成钢的焦虑，寄托着未来与希望，严厉却又苦口婆心，是组织上的另一种信任。玉央从来没有受到这样高规格的传帮带，那样的亲切，那样的信赖，感人至深。王玉央百感交集，人都恍惚了。魏老师随后向王玉央交代了具体的工作和任务。具体说来，从现在起，学校里、班里、宿舍里，不论是谁，包括校尉队的队员，只要他们有异常情况，玉央都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向我们汇报，1个星期1次。这就是说，从严格的组织程序来看，庞凤华虽然是校尉队的成员，暗地里其实还是受王玉央监督，归属王玉央领导，这就格外迷人了。魏老师的谈话一共持续了20多分钟，这20多分钟在玉央的心中可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，是一个里程碑。他唤醒了玉央，他使玉央坚信自己并不是可有可无的，而是有用的，受到了极度的信赖和高度的重视。由于玉央的工作带有地下和隐秘的性质，需要特别的保密，分外的引人入胜。玉央知道肩上担子很重了，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了。玉央在回头的路上一直回味魏老师的话，
耳边一次又一次响起魏老师的谆谆教导。魏老师说了，往后要多观察，多听，多记，少说，不要出风头。玉央对这句话最感到亲切。玉央过去一直不出风头，并不是玉央不想，说到底还是能力跟不上，怯场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和玉央的能力其实没有关系，玉央不能出风头，完全是工作上的需要。学生们所谓的生活是在晚上的9点半之后，白天的时光虽说很漫长，然而他们终究不是他们自己，他们的时间像一个档案柜，切开了，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抽屉。这个抽屉被放进了1日3餐，这个抽屉被放进了广播操、眼保健操、课间休息。那个最大的抽屉呢，又被切开了，变成了一个又一个课时。激动一点的当然也有，那就是傍晚的那一段时光。这一段时光有点类似于存放杂货的厨子，什么都往里头塞，看上去琳琅满目，其实还是单调，无非是一些集体活动、体育或者文艺，时间长了依然是重复。到了晚上，下了晚自修之后，把该整理的整理了，该洗的洗了，该漱的漱了，上了床，他们开始活络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从远一点的地方看一眼宿舍楼，你会发现宿舍楼很漂亮，每一扇窗口都灯火通明，类似于某一个童话的画面。北京时间9点30分，突然所有的窗口一起黑了，灯灭了，校园里安静下来，宿舍里安静下来，只留下卫生间的夜灯发出安详柔和的光，窗口黑洞洞的，每一扇窗口都趋于宁静。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同学们一天的生活结束了，相反，他们一天的生活才算开始。这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光，然而同学们躺在被窝里，黑灯瞎火的，精力却无比的充沛，脑子像被擦洗过了，亮锃锃的，变得敏感犀利，具有穿透力，能从事哲学的研究或诗歌的创作。他们是瞬间的哲学家，他们是瞬间的诗人，而嘴巴也变得伶俐。一个最害羞最不会说话的同学，嘴巴上也通了电，噼噼啪啪的全是智慧的蓝色火光。天南地北，古今中外，陈芝麻烂谷子，人际未来，仇恨快乐，东一榔头西一棒，当然一切都是变了形的，带上了青春期的夸张，青春期的激情与青春期的哀怨。他们躺在被窝里头，安安静静的，言语里头有一种幼稚的世故，又有一种老成的莽撞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诚实的、袒露的、透明的，他们坚信自己无所不知，所有认为他们幼稚的人一定会吃足了苦头，你就等着瞧吧。谈的最多的当然还是学校和班里的情况，同学里的张三李四，老师里的张三李四，以及校门口小吃部里的张三李四。他们闭着眼睛，好像在休息，脸上的表情却和睁开眼睛一样丰富，也许更要丰富，更要强烈。因为门是拴着的，他们的交谈似乎很私密了，其实也不是。8个人一共有8张嘴，到了第二天的上午，8传16， 16传32，秘密很快就会成为公开的话题。但是没有人计较，如果谈得高兴了，他们会重新睁开眼睛，眼里一抹黑，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他们的智慧。声音变大了，有时候会成为大声喧哗，或者一阵放肆的笑声。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楼下会突然传出一声呵斥，那是值班的老师开始干预了。谁还在说话？或者是指名道姓的323 323，听见没有？323。喧哗与骚动再一次平息了，
每一个同学都闭上眼睛，脸上却笑眯眯的，含英举华。